carry the road. Rise up to meet you. May the wind. 在珀斯换了房车，开始这段旅程的最后一段，也是心心念念很久的行程，穿越纳勒伯荒原回到墨尔本，全程大概4000公里。对很多澳洲人来说，没横跨过纳勒伯平原，环澳就不算完整。这片横跨东西两洲的荒原，名字却直白的可爱。在拉丁语里，纳勒伯就是没有树的意思。它不仅是地理上的荒野，更是澳洲人心中一种精神上的成年。这里的开发史就是一部硬核的拓荒史。19世纪，探险家艾尔靠着毅力第一次徒步横跨，随后人们在漫天黄沙中铺设电报线和铁轨，硬生生在禁区里开辟出了文明。开车横跨纳勒伯一直在我一生中必做事情的清单里，这次终于圆梦，而且是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挑战自己。在漫长而平坦的旅程中， Mildura Pass 是整片荒原罕见的高地。这里不仅是地理分界线，更是历史上的战略生命线。二战期间，凭借珍贵的地下水资源，这里曾经是支撑军队横跨荒原的关键补给站。从高原台地顺势而下到海岸平原，这种从高地俯瞰地平线无限延展的视觉冲击力，是自驾穿越中最震撼的瞬间。这冲向尤克拉老电报站的路，很难想象100年前这里曾是一个配套齐全、繁忙的小镇，甚至拥有自己的码头、学校和报刊。1890年代，由于爆发了严重的土灾，兔子啃光了海边沙丘上的植被，失去了束缚的白沙丘开始像海浪一样吞噬街道和房屋，只剩下残垣断壁在沙海中若隐若现。站在这里，你能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是如何在一场漫长的破地中缓缓收回了属于它的领域。开房车长途旅行也有几点体会。第一呢，油费绝对是第一大花费项目。由于房车的体积、重量，尤其是它的外形设计，使得没有太多经验的人往往会低估它的耗油量。我们在纳勒伯荒原几乎是路过一个加油站就要把它加满，因为你永远会紧张是不是能够开到下一个加油站。加油站之间的价格会相差很多，所以在进入荒漠中心前一定保证加满油。第二呢，和耗油量也有关，就是你一定要考虑到风对于耗油量的影响。如果是逆风，那么耗油量会大幅度的上升。这也是为什么一定要留有余量，甚至要带一个备用的油桶。第三呢， Wikicamp 绝对是房车旅行最好的 APP， 你可以很方便的查到沿途各个营地的情况，包括免费的营地、加水站以及中途可以休息的地方。第四呢，过西澳和南澳边境的时候，一定不能带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否则就会被没收处理掉。看到这支巨大的袋鼠雕塑，就到了 Border Village， 这里是西澳与南澳的交界点，也标志着正式进入纳勒伯无人区。鼎鼎的纳勒伯 Roadhouse 是这片无人区的服务中心，也是公路旅行者的必打卡地。那个写着名字的标志性铁皮房，就是当年硬核拓荒时代的缩影。